Norman，2022年你买了3套房，表现如何啊？哦，老伙计，我敢跟你打赌，他们简直糟糕透了。我是说，瞧瞧，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上帝啊，他们居然跌了这么多！大家好，我是 Norman。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2022年投资收益如何呢？据说问这个问题是很没有情商的，就好比问多大工程系的学生，你的 GPA 是多少？买了裸泳房的在水下3层，买了木头姐基金的在水下6层，买了 NFT 虚拟币的在水下18层。如果是加了杠杆拉爆了购买以上投资产品的，那么应该在马里亚纳海沟底的海底2万里。这么尴尬的问题，大家就不用回答了，还是我来讲一讲自己在22年的投资情况如何吧。一方面，真正的勇者是可以直面自己的得失成败的，所以无论是投资赚了还是亏了，我都非常乐意分享给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另一方面，和疯狂喊跌忽悠客户卖房，结果自己一套也没卖，还不公布自己买了哪些投资标的的经纪人比，起码我做到了言行一致，我是怎么想就会怎么做，同时给客户也推荐同样的做法。相信这一点言行一致可以让屏幕前的观众对我做的推荐抱有更大的信心。放心，信息绝对都是真的，毕竟万一造假了，有7万同行上赶着帮助大家来打假的。那么 Norman 2022年做了哪一些投资操作呢？股票方面，我在年初把自己持有的 XQQ， 也就是纳斯达克的指数基金，在117块钱的点位卖掉了，之后呢也没有进行补仓。这只基金是101买的，卖在了117，表现还是不错的。现在看来，这笔操作还是很正确的。今年在合适的点位，也许我也会再配置一些股票，如果进行了配置，会及时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的。房子买了3套，前面2套都买在了年初的高点，和我一贯的主张是类似的，我是绝对不会买到自己认为的裸泳房的。最后一套买在了年末，是一套楼花转让，目前还在处理交接手续，并没有完全 finalize。那么依照惯例，我还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当时购买各个房产的投资心路历程，仅供各位参考。第一套房 Six Sonic Way， 这个房子位于 Ontario Science Center 科技馆对面，也是马上要规划的另外一条新建的地铁线会通车的地方。当然规划是规划，大家都懂的，多伦多建地铁速度确实是很慢的。如果有朝一日这个规划真的实现了，那么这个地理位置将会是和 Young Shepherd 以及 Young Eglinton 可以比肩的2条地铁站的交汇处。房子是22年1月中买的，买在了74万，772尺 ，locker 和车位算5万5，阳台的面积忽略不计，那么大致买在了880多块钱一尺。具体的账目在这边分享给大家了，欢迎大家暂停看一下。我买现房做投资，秉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哪里楼花贵，去哪里买新的现房。买这套房的时候，我选择了哪些楼花盘作为参考呢？一个是22年开盘的 Metro Park 789尺的户型 Riverdale Park， 卖到了1100块钱一尺。这个户型其实不是特别好，有一些浪费的面积，使用效率是并不太高的。另一个参考项目是21年开盘的 Crosstown 512，这个两室大约卖到了83万9的价格，751尺的房子约合1117块钱一尺。当然这个户型也是比较天残地缺的，所以这个价格其实是应该打一点折的。1月份买的这套房子，从绝对价格上比，跟周围的楼花只便宜了 25%， 所以跟我21年买的房子的平均质量相比，看起来是差了一些的。不过我挑到的这2个户型真的是不咋地，算上我买的这个房子的户型有一些 premium 的话，勉强算是比楼花便宜了大约 30%。 我买这套房子的时候是带着租客的，租金是2450，最近呢房租涨到了2600。根据最近一次类似户型的成交记录，差不多跌了3到4万，价格来到了70万出头的样子。第二套房 Five Southern Avenue， 这套房位于 Young Eglinton 旁边，正经的2条地铁站的交汇处，位置在地铁站的正对面，没得说。同时这栋楼楼下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小资超市 Farm Boy， 怎么有一点想搬过去住的样子。2022年2月末，这套2室的房子买在了81.25万上，735尺，最后约合差不多1100块钱一尺，
这个房子在事后诸葛亮的角度上看，确实买在了最差的点位上。不过房地产投资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规则要求你没有办法一次买一堆房子，只能过一段时间买一套，过一段时间买一套。所以即使有一些房子买在了最高点上，也不会造成一把都被套在了高位上。这样的规则设计让我们避免了满仓350块钱买特斯拉买在高点上被全仓套住的风险。在同一时间内思量了半天，这套房子确实是当时性价比在市场上最好的一套房子。照旧，我把账目在这里分享给大家，感兴趣的朋友欢迎在这里暂停1-2秒看一下。买这套房子的时候，我也参考了周围楼花的价格，比如21年开盘的 Capital， 离地铁站稍远，类似户型710尺，卖到了差不多105万，算下来约合1480块钱一尺了。另一个参照物是2021年开盘的 Leaside Common， 位于 Bayview 和 Eglinton， 开盘价天残地缺的两室卖到了差不多1270块钱一尺，我按88万8除以699尺得出的。尾盘744尺的两室卖到了127万，约合1700一尺。值得说明的是，我觉得这两个楼花项目的位置比 Five Southern Avenue 其实都是差一些的。虽然这套房子的尺均价在我所有房子中创造了历史，来到了1100块钱一尺，不过它依然比周围在开盘的楼花项目便宜 25% 到 30%。 最开始租到了2600块钱一个月，按照最近的租金差不多是3000块钱左右。在未来的几个月中，这套房子我也会涨一波房租。价格方面，我们保守的摘一个目前最低的成交记录来算，类似的户型跌到了 75.5 万，从原始购买价上讲，差不多跌了 7% 左右。这个参照物是没有 locker 的。简单总结这两套房，一套跌了 5%， 一套跌了 7%， 合计算是跌了 12% 吧，看起来亏了不少。我 worry 吗？不会的。在我看来，问题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如果我们只看现在的涨跌，确实是有明显跌幅的，损失了大几万块钱。不过和21年我买的多套房子相比，当时都用了浮动利息。22年初的视频，我也把利率会上涨这么一个因素分享给大家了。所以这两套房子坐在2的利息上，跟现在的市场比，每一年还是能省差不多 3% 的利息的，2年可以省差不多 6% 的利息。按照当时 80% 的贷款，也是可以省出几万块钱来的。如果把这2年省掉的利息也算上的话，跟年末 75.5 万和年末71万买房的那2位客户比，利息还是能基本上把我的损失 make up， 让我差不多来到一个打平的状态。加之这2套房子跟周围的楼花价格比，还是能便宜在 25% 以上，相信未来是可期的，起码比买了那些天价楼花的人未来可期。我多次跟大家讲到，投资房地产管理风险就是管理现金流的风险。房价下跌并不会让我们实质性爆仓，只要我们在下跌的时候不会被迫卖掉自己的投资，损失就没有到来。房价涨对于我们长期投资房地产的主要帮助是，房价上涨后我们可以通过 refinance 贷到更多的钱，用作首付购買更多的房子。那么经过了2022年1年之后，我的投资房在视频频道开播以来公布的标的，他们的现金流有什么变化呢？这边也把现在视频频道公布过的投资标的现金流放在这里供大家参考。细心的朋友会发现，我买的这些房子租金跟21年末总结的视频中给大家的租金相比是有了显著的增长的。只算21年买的6套房，当时总结的时候现金流还是负的，现在他们的现金流已经来到了合计每年正3300。21年买的房子虽然是浮动利率，但是没有用过 Scotiabank， 并没有被 trigger 的风险。这一波踩着租金上涨的福利，当真还是让现金流和时间做了朋友。虽然加上22年买的这2套房，目前现金流还是负的，不过他们的未来是光明的。对于非挪用房，现金流是短期问题，尤其是在现在这样房价偏低，但是利息特别高的时候，现金流问题还是很显著的。不过这个问题可以被买房的时候付相对高的首付，以及我们用收入和存款来供养一段时间短期的负现金流来解决。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货膨胀开始了反转，利息也会在未来开始反转，而租金又在慢慢上涨。现在看到的短期现金流问题，在未来将不再是问题。
所以现在的市场环境是对资金充足、可以应对短期负现金流的土豪玩家和房屋套数比较少的玩家非常有利的时间点，值得入市。当然，裸泳房是那些未来现金流没有达到打平可能性的房子，烧钱供养这样的房子毫无意义，能卖掉抓紧卖掉。22年我买的最后一套房是年末的时候买了一套楼花转让，由于这一套房子还没有最终通过 Builder Consent， 我还不能把具体的信息公布给大家，这边分享一些大致的信息给在座的各位。这套房子位于downtown的东区3室，900多尺，总价80多万，算下来约合不太到900块钱一尺，大约能租3500块钱一个月。由于这个房子是大户型，尺均价应该比小户型稍微便宜一点，又由于这个位置确实不是downtown最核心的位置，位置上也可以跟downtown最核心的 condo 有一个小小的 discount。综合看来，我买的这个价格还是很不错的，有比较大的套利空间。在今年早一些的视频中，我给大家讲了23年楼花转让是有不错的投资标的的，这句话我不是乱说的，因为我给每一个人推荐的房子都是我自己满意并且愿意出钱买的房子，所以在跟大家推荐楼花转让市场里面淘金之前，我就用脚投票了，给大家打个样。大家会发现朋友圈中、小红书上现在在转让的楼花数量明显是增加的，因为这其中确实有一些人交接不上了。在我看来，买楼花买的时候做贷款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凡买家、经纪人当个人，认认真真的买的时候把贷款做了，也不会闹到像今天这样很多人交接不上房子，做不了贷款。正经在买楼的时候就做了贷款的人，现在心里应该乐开了花。毕竟当年不管是18年还是20年买房的时候做贷款，利率基本上都在 2% 到4% 之间，光是利率这一项就可以跟市场每一年套利 2% 到 3%。按你的方法买楼花的时候就做贷款，如果交房的时候利息下降了怎么办？首先你没有选项，买楼花的时候就应该做贷款。其次，如果利息下降了，你找一家更便宜的银行，在交房的时候重新做一个贷款不就完了吗？你之前做的贷款又没有什么损失。当然了，之前的银行很有可能为了保住你这一单生意，也是会愿意降价 match 其他银行给到你的利率的，毕竟不想丢生意嘛。所以大家切记啊，买楼花的时候就要做贷款 ，nothing to lose。事实是，无数的买家就是在和经纪人以及开发商一起做睁眼瞎的游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买楼花的时候就是不做贷款，或者是买楼花的时候就是抱着转让套利的目的去的，现在转不出去也交接不了，哭都没地方哭去。除了有一批人因为自己收入不够等原因做不到贷款，还有一批人正面临危机，那就是当年买楼花买贵了，买到了裸泳房楼花的人们。现在他们去做贷款评估，很有可能评不到他们当时的购买价格，所以贷款的数额会大幅缩水。我知道的案例中，最大比例的价格缩水差不多比原始的合同价便宜了 30%， 也就是打了7折。这个人如果想要交接这套房子，先要按照合同交 20% 的首付款，然后再交 10% 给银行的评估价补个差价，然后再交 5% 的交接费用，最后就可以对着剩下的金额交 20% 到35%不等的首付，开开心心的去交房了。23年相信会有非常多的楼花买家是上述两种情况，甚至是两种情况的合并情况，所以他们当中一定是有很多人无法交接的，这个市场在短期内会过量供应。有这么多人被迫需要卖掉自己的 assignment， 相信当中一定有便宜可以捡。具体怎么捡便宜，这边也给大家带来几条切实的建议。第一点，价格上，downtown应该以900到1100块钱每尺作为价格的标杆，尽量不要买超这个价格。在downtown外，根据具体的地理位置，是不是靠着地铁站，距离downtown有多远，价格差不多可以买在750到1000块钱一尺，也是尽量不要买超这个价格区间。如果你对看到的楼花价格不是特别确定，拿不准的话，欢迎这边联系我，我来帮你看一下。第二点，卖家割肉并不等于你能赚钱。事实上，真正需要割肉卖的楼花基本上都没有漏可捡。你想想上面这个例子中，
卖家会扔掉20%的首付，再送给你10%的首付，然后让你按7折的市场价格去交接这个房子吗？我觉得没戏。很多特别贵的楼花盘真的是打6到7折才是正常合理的市场价格的。这批人极大概率会咬牙跺脚，想办法去借 B-Lender 私贷，自己多付点首付，最后把楼花交接上，再持有 N 年，最后以原价或者原价附近的价格卖掉，而不是今天就认亏割肉30%离场。对着这批人使劲儿，等于缘木求鱼，你是捡不到漏的。这样的案例包括并不限于湾样、Sugar Wolf、E2 这样的楼花盘，或者是远处的 City Side 这样的 House 楼盘。这些房子很多时候是打了骨折依然贵了的，捡不到什么漏。真正的漏来自于买的时候买的很便宜，在建筑期间整体房价上涨了很多的楼盘。这些人已经赚了很多钱，他们如果被迫需要卖掉的话，是会愿意放弃部分甚至是全部利润的。毕竟没有什么损失，在心理层面并不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果然人性就是如此啊，放弃掉部分利润其实没有什么，但是折了本就会很难受。人总是逃不开自己的本性的，那就是风险厌恶。第3点，即使是买楼花转让，也要尽量避开小开发商。大家知道，在楼花转让中，有一些楼花转让的买家是没有办法继承原始买家的福利的。这样的福利主要有2种，一种是 Development Charge Levy 的 Cap， 也就是开发费用封顶，一般封顶费用是1到 1.5 万，如果照全额交就要5到8万了，非常的贵。另外一种是原始的买家出钱或者免费拿到的房屋升级福利，比如换更高级更贵的 appliances， 或者是换更豪华的木地板这样的升级。新的买家也有可能在买 assignment 中让这些服务变成没有了，或者是变成付费的。想避免这样的情况，就需要你和你自己有经验的经纪人、律师来仔细研究原始买家的购房合同，以及跟开发商做好充分的交流，是不是会损失掉这些权益。相对来说，大开发商一般不会占你这个小便宜，跟你玩文字游戏。事故多发的一般都是小开发商，他们会想尽办法占一切可能占的便宜。如果真的是有一个小开发商给的这个 deal 实在是太好，不要都觉得亏了，那么在购买的过程中要仔细请你有经验的经纪人和律师朋友帮你阅读合同，来避免掉损失这些权益的可能性。第4点，你找的帮你做事的人，他们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做楼花和楼花转让交易实际上是地产交易中门槛比较高的业务类型，并不是每一个经纪人在拿到地产证之后就可以立刻学会的业务类型。所以大家在做楼花转让购买和销售的时候，尽量不要去找10套房经验以内的萌新经纪人和萌新律师朋友，要尽量去找经验丰富，在楼花领域做了比较多生意的人来帮你操作，避免可能遇到的坑。2023年，我还是会一如既往的在危机中寻找机遇，给大家分享我的投资心得。我大概率会在转让和现房市场中想办法寻找机会和捡漏，对楼花市场保持谨慎和小心，充满敬畏和好奇心。如果看的话，只看最头部、性价比最高的项目。最后，欢迎大家加入 Norman 的捡漏大军，我对自己的捡漏能力还是充满信心的。2023年，如果我可以给我自己捡到漏，相信也可以给屏幕前的你选到非常好的 deal。好，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点关注不迷路，房子上的问题找 Norman 就够了。